美国、以色列没有那种能力用地面武力来入侵伊朗，但是空中轰炸就不可避免。只是这个空中轰炸有没有办法像贝鲁特大轰炸？轰炸的对象呢，一定是伊朗的党政军教派组织以及他的所谓的弹道导弹的弹药库或发射地点，美国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轰炸只是看伊朗能够躲得多厉害，那反击得多快。第二个，伊朗几乎完全没有像样的防空导弹，美国的轰炸机啊、以色列的轰炸机啊等等，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那这个伊朗是非常非常吃亏的。因为现在呢，中东战事看起来真的是一触即发了。川普现在喊可能会来进行开战，正式进入倒数。伊朗方面也非常强势，现在说据传媒体报道，号召了1000万民兵之外，还手握这一种高超音速的武器，希望能够来做反制。如果再加上中俄的战力的话，他们会不会一起出手，还是会袖手旁观呢？中俄伊是否会一起来集体对抗美以？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今天3个开场活鲜话题，我们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川普已经点名了，他会做军事的介入，而且他说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街头现在因为示威暴动，所以造成了非常多人伤亡。美国已经喊话会对伊朗开战，难道进行正式的倒数了吗？第二件事情呢是，伊朗号召现在传出1000万的民兵要展开全面的军事化镇压，针对这一些抗议人士，并且他手上握有非常多的武器，不管是有关于飞弹，或者是这些高超音速武器，还有无人机等等，能不能对以色列跟美国造成严重的威胁？今天就军事武器面，我们也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最后也会来关心在中俄这一场战役上面会怎么样选边站呢？今天这些议题都会一起来做讨论。好，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哦，因为是不是逼近了中东的战争临界点？川普现在最新呛虾，他说会祭出前所未有的一个打击，不排除甚至是军事介入，在伊朗采取强硬手段来这一些持续的镇压援助抗议的民众。目前看起来，美国方面最可能会采用的手段就是用空袭的方式来进行攻击。川普10日在社群最新发文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了，会来提供协助。刚刚提到了伊朗的态度也非常的强硬，我们看看伊朗说什么。他说，一旦美国真的介入的话，会立刻的对以色列跟美国的基地展开一个报复性的攻击。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德黑兰的内部也开始动员了，有一个说法是不是要进行内战的模式呢？伊朗的这个政府他已经号召了民兵做起义，目的是要镇压现在在各地展开的这种反美反以的示威民众。那么官方现在资料显示，伊朗境内的民兵人数已经超过了1120万人，是相当多的。会不会真的展开全面的军事化行动呢？这个都会值得观察。另外一方面，现在看起来伊朗它在加速盘点它的军事武器来进行战争吗？包括了飞弹跟无人机在做随时的待命。其实美国的国防部跟华府智库多名军事专家就已经盘点并且分析过有关于伊朗在飞弹跟无人机方面的战力，他们是这样说的：说伊朗拥有中东规模最大、种类最齐全的弹道飞弹库，甚至具备这一些洲际飞弹的潜力，并且可以透过像是一些法塔赫啊、凯巴尔甚至尼什等型号，对区域就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今天我们制作单位也特别整理出了有关于伊朗它这些飞弹有哪一些战力是非常强的呢？比较有名的包括了这个法塔赫高超音速飞弹，曾经它突破以色列的铁穹，那么技术协同也被指说跟中国大陆是高度相关的。另外就是尼什系列了，它的射程约落在2500公里，现在正在研发的是可以射程涵盖到4000公里左右的。再来看到是伊朗的主力中程飞弹，就是流星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飞弹武器都是美国跟以色列现在比较担心的部分。这背后有谁在做技术的支援呢？现在也直指是否有中国大陆的帮忙。来看到是中国撑腰有关于伊朗的武器被美国报道说多次的运送了飞弹的推进剂关键原料
高氯酸钠给伊朗。这个数量是足以让伊朗生产大约500枚的中程弹道飞弹的。纽约时报也报道说，伊朗目前手上握有数百到2000枚射程可直接威胁以色列的飞弹。所以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川普已经点名要空袭，甚至放话说他准备好了。代表美国对伊朗现在是要开战倒数了吗？刚刚讲到伊朗有这么多的武器，不管是他的民兵1000万民兵，或者是他的飞弹、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能够对美以造成实质的威胁吗？老师怎么看？先看伊朗内部的这个暴动哈，它刚开始的时候是经济因素，那物价、通膨，然后市场的整个混乱，当然也就结合了就是数十年来他们可能对于伊朗的哈梅尼政府，尤其是革命卫队掌控政治、经济跟军事实力，但是呢，贪污的传言不断，那连续的在就是政治上做这个操纵。伊朗相对的，其实在中东的穆斯林国家是有选举的，是民主的，那有选举制度，连他的总统都算是有意义的选举。所以这一次伊朗内部的这个暴动，现在看起来从经济上的暴动已经走向政治上的动乱。那会不会进一步变成国内的革命暴动？那我们现在在观察。不过官方的反应现在似乎是从军事到革命卫队，甚至要组织民兵，要开始在做镇压。我必须要讲，伊朗的这次暴动在时间点上，那对美国媒体、对川普政府，那真的是捡到枪。也就是针对他们从委内瑞拉到格陵兰这种无法无天帝国主义式，破坏国际秩序的作为，突然之间他们就可以很高尚的、很有道德的说要去支持伊朗人民的争取自由，那甚至呢用军事的手段，那还讲到可能用经济的制裁以及网络的就是制裁，那经济制裁不几十年了，网络制裁。现在伊朗内部网络都断了，你来什么网络制裁、经济制裁还有什么用？那所谓的在军事上做准备，我觉得这个当然一直以来都是个选项。在以色列的加沙战争大屠杀的时候呢，伊朗跟以色列都发生过几次的就是无人机和导弹的这种就是交换。那到后来最近一波的时候，整个伊朗因为它量多，使得以色列的这个铁穹体系这个应付不暇。那很多的都市，像特拉维夫都遭受到这个困境，美国就出手，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美国攻击伊朗的核设施，是因为伊朗要发展核武器吗？当然不是。所有的其他的国家都知道，它距离发展核武器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基本上是在解救以色列。现在呢，它基本上其实在解救自己在拉丁美洲的这些无法无天的作为，尤其是美国媒体，我看到美国媒体的这种对伊朗的情势已经铺天盖地的说到，好像是要挽救整个伊朗人民，现在这是一个最佳的这个机会。那至于川普是不是真的敢用，我觉得他可能要看情势的发展了，因为伊朗的政府他现在已经毫无忌讳的去针对可能会危及到他们政权的这个暴动采取镇压行为，这镇压可能会很血腥，没有错。那外力的介入，如果使得伊朗政权受到影响，甚至这个濒临灭亡的时候，他拥有的武器当然也会报复了。他要报复不一定要打以色列。以美国在伊朗周遭，就是波斯湾附近的空军基地，当然还有很多了，基地还有很多。所以这些报复有没有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他会报复。所以美国也会去评估说，他如果真的去针对伊朗采取任何的军事攻击，这个跟打那个格陵兰或者是委内瑞拉完全不一样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CIA 的这种渗透这个能力。不过呢，它当然可以把持续就是伊朗内部的动乱继续的就是恶化。那会不会因此能够帮到伊朗的暴动去改变政府？我们也不知道。而伊朗如果真的暴动持续，政府更替的话，那下一步伊朗会走到哪里也很难讲。这个国家这么大的人口，那在这边这么的重要，拥有这么多的这个军事武力，未来的发展会很混乱。
好，同样问题也要请教蔡委员怎么看？那因为刚刚耳麦也有收到最新消息，是美国的议员最新放话，他说在今天晚上会终结伊朗的暴动，是说今天晚上似乎是不是就会开始动手了？第一个问题要特别请教委员。另外就是刚刚伊朗讲到嘛，他号召了不管是1000万民兵，或者是他的各种飞弹、无人机、高超音速武器，真的能对美以造成威胁吗？没办法，因为民兵是地上作战的，美国、以色列没有那种能力用地面武力来入侵伊朗，但是空中轰炸就不可避免。只是这个空中轰炸有没有办法像贝鲁特大轰炸那样的轰炸能量？现在大家在观察是不是有这个能量。因为贝鲁特大轰炸了好像40几天吧，就几乎把贝鲁特全部瘫痪了。这是最主要的美国跟以色列可以采取的。而轰炸的对象呢，一定是伊朗的党政军教派组织以及它的所谓的弹道导弹的弹药库或发射地点。那这个美国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所以轰炸只是看伊朗能够躲得多厉害，那反击得多快。那第二个，伊朗几乎完全没有像样的防空导弹，完全没有。啊，既然没有防空导弹的话，美国的轰炸机啊，这个以色列的轰炸机啊等等，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那这个伊朗是非常非常吃亏的啊。然后第三个，伊朗啊，这个残余的洲际弹道导弹或者什么高超音速导，我是不相信伊朗有高超音速导弹的，因为到目前为止都是媒体在说了，没有看到有任何一个军事技术上的杂志评估过这个事情。那他攻击以色列是难免，攻击美军基地是不可避免的，但攻击会有多少的战损，那不知道啊。以色列就要自己去加强了，哈，自求多福啦。然后美军空军基地那倒不是问题，因为美军空军基地真的美军没多少人，对，所以问题也不大，哈。那破坏力也不可能太强，因为美军的防空力量还是有的，哈。所以我们就看看它怎么发展。那只是说，伊朗的政权，这个教士政权，在经过1波、2波、3波的大轰炸之后，还有多少生存的实力啊？这是有待观察的。但是我相信，美国现在自己知道，他没有办法消灭这个教士政权，但是会严重弱化这个教士政权。这个教士政权可以说是贪污、贪婪。还有暴力，还有什么欺侮老百姓，搞得民不聊生啊！那受的好处都是教士集团跟革命卫队拿走了，国防军要钱要不到，那个真正的财政部收税收不到，一般老百姓做生意都还要付钱给革命卫队。你说这个政权怎么可能持续很久？而这个暴动刚好是给这个美国跟以色列来了一次的机会。对，那这种机会的话，中国跟俄罗斯根本没有插手的余地，也不敢插手。好，所以确实哦，这场暴动现在其实仍然在持续当中，给了美以可以介入的一个机会。我们帮朋友更新一下这场暴动目前的最新进度，其实已经有100人死亡，数千人被捕了。那么伊朗持续的是镇压、血洗多个城市，特别看到的是一些比较惊心动魄的画面，包括伊朗它的德黑兰急诊室人满为患哦，已经急到护士都来不及做 CPR 等等，伤者大约是落在20到25岁的年轻人，目前看起来是最多的。很多人不管是眼睛啊中弹，或者是穿过后脑等等，非常的严重。现在伊朗的医院里面都已经挤爆了。我们也持续来看到中俄接下来的角色是什么，会不会来协助伊朗？老师怎么看？我想大家必须要了解一下，就是说中国大陆而言，中国大陆跟伊朗之间没有任何军事同盟关系。中国大陆唯一一个有军事同盟关系是根据1961年7月11号跟北朝鲜签的这个就是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条约的第2条，它根据这个有。那其他呢，它可能有很多跟它友好的政权面临军事威胁的时候，其实他也从来没有去插手，甚至呢有这个华裔啊，像印尼排华，他也会直接跟印尼政府讲，你是在屠杀自己的公民，你知道，不是因为他是华裔，我们就应该有任何人。所以，中国大陆啊是这个不建立军事同盟，不去干预他国内政，然后也没有任何这个对于伊朗的条约内这个义务。但是呢，我是觉得大家应该审慎啊去思考这些消息。西方媒体啊，
不是我讲，在这个就是两伊战争，或者说是入侵伊拉克还有阿富汗，有太多的假讯息，而且有时候谎话编的到自己都不合理。你看这边镇压反美反以的示威那个民众，对不起，现在伊朗政权是美国的走狗，以色列的走狗，他去镇压反美，他巴不得你在那边做反美反以的示威那个民众。而且呢，我讲实在话，就是说。西方媒体所能转述的报道都是集中在首都德黑兰这一带，那是不是普遍性的这样有民怨或者民众的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抗争的活动呢？其实也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这个即使这个政权啊，在很多地方它的形象并不是很正面，但是呢，你说它完全失控，我觉得倒还没到那个地步。所以这个假如不是派地面部队进去，然后去这个用这个弹道飞弹打击，或者说去轰炸，我可以讲说死伤是难免，但炸不出民主，也轰不出自由吧，对不对？所以美国呢，基本上来讲，嘴巴上讲了一套，但是使用军事手段，绝对是得到相反的效果。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以伊，难道又要开战了吗？这回以色列联手川普，会不会以色列先来做开火呢？中国大陆帮助伊朗，则是另外一方面传出年产能达到了3000枚的飞弹，让以色列非常的紧张，担心自己的铁穹末日来临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特别做的最新披露，他们说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正在准备，接下来要跟川普讨论了是否再度的对伊朗来开火。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掌握到的情资说，伊朗的弹道飞弹年产量啊，可能一口气攀升到3000枚左右。这一回可以说是吓坏了以色列。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在节目上我们聊过，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当时不是发生了这一场以伊12日战争吗？被称为是矛与盾的对决。伊朗当时发动了这一场饱和的攻击，出动它的包括了飞弹跟无人机，打爆了以色列的铁穹。现在以色列担心了，如果它真的能够做到年产能达到3000枚的这个弹道飞弹的话，是否就像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铁穹可能再度的被打爆？所以以色列这一回他就想说，那干脆我先动手吧。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以色列他说的伊朗可以年产量3000枚的飞弹是真实军情，还是一种可以对他做这种军事动作扑火的政治借口呢？如果他真的是如媒体报道可以达到3000枚的话，产量，那是否以色列还守得住吗？委员怎么看？上次以色列跟伊朗不是发生一个武力冲突，然后伊朗啊发射多少导弹攻击以色列？591枚。就如果他现在有3000枚，对，你说以色列一定是坐立难安。对，那对于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哦，实在是很值得探讨。怎么说呢？在巴勒维王朝时代，就是在1970几年，这个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的之前，中东地区两个最好的国家就是以色列跟伊朗。尽管以色列打了什么6次中东战争啦，伊朗都没有参加，而且伊朗还支持以色列，他们好得不得了，哎，那什么时候翻脸成仇啦？是伊斯兰革命。伊斯兰革命啊，这个对于他们这些新的伊斯兰教掌权的人建立一个宗教国家，他们认为以色列是美国的代理人，就是为了要来消灭伊斯兰国家。那在以前，伊朗的认知是，我是伊朗人，我不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他跟以色列怎么打跟我无关，而且他们还认为我们是伊斯兰人哦，跟伊斯兰教哦，跟以色列犹太教我们同源，所以啊，有这么一个认知，它基本上平和。自从革命以后就不一样，那伊朗就支持了很多的阿拉伯人起来对抗以色列，那这个跟以色列仇就越结越大。那有一段时间，伊朗企图发展核子武器，所以搞了核电厂，以色列要去炸他的核电厂，那仇恨越结就越深，越结越深。可是，在巴勒维时代巴勒维伊朗的军队国防军是以色列帮忙训练出来的。所以现在啊，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对伊朗的国防军是很不放心的。他现在的导弹全部是革命卫队在控制的，跟伊朗国防军是没有关系的。包括无人机，包括导弹都是。
但偏偏这个革命卫队又是全世界最大的贪腐集团，然后所以形成一种很特殊的经济啊、政治啊、武力啊的一个软体。现在它号称有3000枚，有没有那么多我不晓得。那但是它恢复到500枚以上没有问题啊，没有。那对伊朗的生产能力以色列就可能会采取行动，然后采取行动一定要美国同意啊。美国会不会同意啊？当然会同意啊，对啊。如果你有能力把它铲除一样美国为什么不同意呢？搞不好美国还帮你守提供适当的炸弹等等。所以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这个以伊战争这个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它就像一个永远治不好的香港脚就偶尔打一下，偶尔抓一下，偶尔抓一下。那你说会不会爆发大型战争？又不会，所以都是空战。那所以以色列要准备被伊朗的导弹揍一顿伊朗也要准备被以色列的空军揍一顿，因为空军携带的炸弹毕竟是比你导弹还要厉害。为什么？因为它爆炸量比较大。那你的导弹呢，因为打太远了，所以你的爆炸量是有限的所以你要靠很多导弹才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可是你没有防空能力，等到以色列的空军来载那个炸弹又便宜，随便他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啦而且中国、俄罗斯也帮不上伊朗的忙伊朗又内部又是一个很投机的，以前中国帮他忙还被他咬一口，什么事都发生过了，所以他只能是自力救济吧。好，以伊战事现在看起来仍然是一触即发。那这当中除了这个以色列担心的部分，就是它飞弹的发展，他们还怀疑是不是背后有人在协助伊朗，那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现在把矛头指向中国大陆。他说呢，这个中国大陆协助伊朗造这个飞弹之外，还有提供卖给他武器。第一个有2个证据，美国的媒体说的。第一个，美国说呢，他的11月份，美军的特战小组当时在印度洋的时候，直接登上了一艘是中国大陆的船舶，扣押了军民两用的关键物资，所以他们就是要打死伊朗的军火重建。第二件事情是9月底的时候，美国国会爆料，中国多次的向伊朗运送它的飞弹推进剂关键原料，这个叫做高氯酸钠。好，这个是在飞弹上面协助伊朗。另一方面，他们也说呢，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卖跟这个伊朗呢协助他武器的部件，包括给他红旗9B 的防空系统，还有歼10C 跟歼20等的装备都有可能会给伊朗。那主要就是用石油来做交换。杨老师又怎么看？全世界现在只有美国在制裁伊朗别的国家没有在制裁伊朗因为伊朗自从在奥巴马时期跟西方包含俄罗斯、中国大陆签署了核协定之后呢，其实所有的国家都解除对他的制裁了。后来川普一上来之后，又退出这个核协定，可是欧盟、中国都没有退出那但是川普一的时候呢，就针对他们自己的国内法常备管辖，说华为的孟晚舟在香港的企业有跟伊朗做生意，中间有夹有美国技术的这些零组件卖给伊朗，也因此呢，就要求加拿大软禁他1000多天。这个是你美国在制裁伊朗，你美国去打伊朗的所谓的核设施，也没有明确的这个证据。然后美国的政府的情报单位自己显示，其实根本没什么效果。也就是说，伊朗的核计划现在虽然近期有受到 IAEA 就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一些指控，可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指出它在发展核武器。它最多其实是在浓缩铀的层面，而且是在这过程当中很清楚嘛。那是因为跟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这种战争，然后呢，飞弹整个过程当中，它的一种自保、一种战略。那但是很明确，它目前没有核武器，没有别的国家，也没有联合国下令制裁伊朗。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伊朗做生意？当然，你说军民两用的东西，这里面是要管制，但是它这个所谓的高氯酸钠，它是做火药，那但是也可以做飞弹。这些层面，你美国要去拦阻，依照你自己美国的法律，你就牵扯到就是你跟这些。比如说跟中国大陆在这个问题上就产生冲突，但中国大陆它也没有内部的法律可以去禁止中国大陆自己的民间企业
去接伊朗的这个商业的订单呢？那只要通过他大陆出口的军民管制的这些措施，那都是合法的。所以美国自己常备管辖在做这个东西，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来去指控别的国家，好像在帮助邪恶轴心。其实只有美国自己啊，在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大会通过一个决议，哦，153个国家支持，6个国家放弃，包含以色列。什么决议？要求要保护在加沙地区的联合国的救难人员。结果只有美国反对。是美国站在全世界在加沙问题上的另外一边呢，是美国在帮助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如果从这个角度，美国自己违反就是联合国的宪章，用武力攻击别的国家耶，你没有办法证明他有核武。那现在别的国家跟他做正常的贸易关系，你来去阻止。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在舆论上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美国当然可以说了，伊朗想要去发展核武，所以呢，别的国家你现在有点在帮助他啊，你透过民间。那因此我要拦阻你，可以啊，你就这么做，但是呢，你就变成是跟别的国家站在对立面，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明他有发展核武，而且事实上他也没有核武。对。那别的国家到现在为止，包含联合国，也都说他没有。对。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是在自圆其说，他自己的常备管辖。确实哦，所以现在伊朗在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威胁之下，它持续的加强它的空防，补齐它的战力。那刚刚提到了嘛，除了跟中国大陆买它的红旗9B 之外，另外2个还是在评估当中的，就是它的歼10C跟歼20了。这一整套我们刚刚提到的3款武器，过去更是在这个印巴空战中击败过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所以如果伊朗真的能够完成这些武器相关的部署，当然也要看中国大陆愿不愿意买啦。那以色列还会有优势吗？吕舰长又怎么看？当我们每一次都用显微镜甚至电子显微镜在看伊朗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察以色列呢？我们都用望远镜啊，也就是看不清楚也没什么关系。每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当中东已经获得一定的和平，以色列应该要恢复到正常内阁要重新改选的时候，纳坦雅胡这时候就来了。但是呢，我相信现在对于川普来讲，他一定是很困扰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看到他刚刚发布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他特别有讲到中东这一个部分了。其实中东的部分，他们是要撮合那个大家来扩大这个亚伯拉。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我们要来特别关心的是，伊朗这一回是拉中俄下水一起来对抗川普吗？另一方面，在军事武器上面，伊朗想要买大陆的红旗飞弹、神盾舰，有没有可能上门呢？接下来的中美贸易谈判都快要被核子危机拖下水吗？今天节目上我们一起的来做解读。我们先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又下了一个震撼消息，他直接在社群上面开呛了，必要的时候，美国还是会再次的对伊朗的核设施再次发起打击。那么伊朗外长赶快强硬的回应，我们显然不能放弃浓缩铀，因为这是我们科学家的成就。他说这是民族自豪的源头。紧接着，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再放出消息了，他说和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举行这一场3方的会谈，就是要来讨论，似乎是要把核议题再给做国际化。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看看这个伊朗这回拉中俄一起下水来对抗美国，会对接下来的核谈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甚至变数吗？中俄撑腰之下，有可能伊朗面对川普会更有底气吗？岳老师怎么看？这一条可能是2025年最重要的一条消息，因为这一条消息的话呢，突露了3个重点哈。第一个的话呢，川普讲话很特别，必要时，这不前阵子才刚刚用了多少7架 B2 的隐身轰炸机，然后就打了那个什么那个钻地弹，然后连续打了好几次，已经破除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这个基地啊，弗洛德啊，那个基本上的话讲起来完全没有破坏。第二点的话呢，就甚至于讲出来，伊朗事先告诉川普，或者川普告诉伊朗把它先挪走。另外第3点的话呢，
所有的人都在忽悠啊，川普被伊朗忽悠，伊朗的话呢也被其他人忽悠，但是只有以色列通通都不相信，所以他这个消息非常大。那以色列的话，你讲好，因为这个阿拉奇啊，也就是伊朗的外交部长，他讲的这个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以民族自豪的身份来保有这个浓缩铀。那这个对以色列来讲的话呢，是完全不能容忍，尤其是大家要了解啊，因为以色列的这个纳坦雅胡现在的话，就是说以推说有病的理由就是拒绝去法院作证，那他只有加大了这种战争的可能性。所以从这个中俄还有这个伊朗之间的关系的话呢，先讲俄国跟伊朗的话，原来关系就很好，甚至于我必须坦白讲啊，这个伊朗原来搞不清楚，还想拉印度，结果拉错了啊。他如果当初的武器是买中国，像巴基斯坦的话，现在就不会这么惨啊。所以说呢，这个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要看中国的武器。伊朗现在对中国的武器的话呢，地空海通通要。啊，飞机啦、歼十啊什么的，那个地对空导弹啊，红旗9啊、红旗16啊，通通要看看大陆要不要卖了哈。另外的话，052大这军舰上它也要，就中国的军事武器的话呢，伊朗是心甘情愿要扮演一个大广告、实战的广告。然后第三点的话呢，就是以色列的态度了。啊，我认为以色列的话呢，绝对是可忍孰不可忍。以色列有他想尽办法，所以说川普本身来讲的话，显现他非常无能又无知啊，所以大家都叫做taco 嘛，对不对？就是说他基本上都 chicken out， 就是他任何事情呢做事情只做一半，但是国际上的紧迫的情势不会让川普做事情只做一半，所以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以色列的纳坦雅胡来说，他已经退无可退了。对吗？他那些极右翼政党陆续退出他的执政联盟，他现在在他马上就不是首相，国会里头对只多一席而已。对，他马上就不是。所以如果他在伊朗的问题上不解决的话，他整个这个执政联盟就会崩解掉了。对他可能连带的整个以色列都垮掉了。我跟你讲，因为以色列拖太久了这场战争。对，一方面是以色列的态度哦，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伊朗方面呢，刚刚说了嘛，他想要买中国大陆的武器，不管是海陆空，他都想买。但是接下来大陆的这个反应，到底会不会卖武器，这就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等一下请华根哥来带我们看。那伊朗这一次呢，他加快的在军事上面不断的向中国大陆来靠拢啊。这个是他的副参谋长就证实说，伊朗在上个月的时候已经和以色列交火中毁损的防空系统，他已经做换装了。另外呢，刚刚说了嘛，他想买大陆的武器，有包括哪一些项目呢？这边提到了红旗9B、红旗16防空飞弹，还有确实又有歼10了。那空警500预警机，最重要的是这一次它还包括了052D 的中华神盾舰。重点是伊朗的外长6月份才上这个052D 驱逐舰，在参观的时候停留很久，被解读说他们真的很想买052D，大陆会卖吗？华干哥怎么看？好，伊朗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他在6月的时候，他才刚刚登上052D，他到上海来，他上去了以后，他下不来，为什么？因为他看了半天，他下看说，哇，真的中华神盾哦，真的是这个箭如其名啊，就是说他认为以他看到的东西，因为大家知道吗？伊朗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再也没有像样的军舰。为什么？因为何梅尼当时不重视这些事情，他完全不重视，他对于他的军事的加强跟这个就是说，他必须要在他身为伊朗身为中东最强的国家，大家普遍是这样看。可是这个革命的政权呢，他完全没有在想说，我以后要更进步，我以后如何。那1979年之前是由巴勒维国王执政嘛，巴勒维当时就在想说，我们一定要有美国最先进的武器。于是当时他买了4艘基德级防空飞弹驱逐舰，是当时最棒的、最厉害的。结果他买了第2年，他就被推翻了，被伊斯兰革命推翻之后，你知道这4艘怎么办吗？这4艘没有，就是说，因为他不买了，对不对？他不买，没人买得起。为什么？因为太贵了。结果就落到了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手上，就是现在我们那4艘基德舰是这么来的。当时美国还想说，哇，完蛋了，我们现在怎么样？现在就要我们自己用是啊？美国就自己用。但是美国自己用之后，不到5年，美国也必须把这些船给封存。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地球上最大的海军革命出现了，叫做神盾舰。所谓的神盾舰，就是说我今天在海上一艘船能够制海，
制海在500公里范围之内的空中所有的威胁，我们的雷达都可以照得到。大家知道雷达都是以前我们在就像现在在机场的在那个近地雷达它都是用转的转，对，你转的再快也没有摆好好的那种雷达快。为什么？因为它摆的好好的，它就没有死角了。它静止不动的话，它的那个360度的涵盖范围更稳更大。所以呢，在神盾舰出现之后，那这个船就卖给我们了。这就是我要讲到国防部长，伊朗的国防部长，我刚刚提到说他在6月的时候去刚刚参观过了052D 之后，他印象太深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052D 就叫做中华神盾。中华神盾这种船，我现在可以坦白说一句，你给伊朗海军，你愿意卖给伊朗海军，伊朗海军还不会操作，为什么？太先进了。我举个例子，美国海军现在有没有卖出过任何一艘神盾舰？没有，任何国家都拿不到神盾舰，包括我们台湾。希腊跟土耳其已经吵了10年，结果土耳其说不卖是吧？不卖我就去买俄罗斯的 S-400防空飞弹。结果他真的这样干了，美国说那你完了，我啥都不卖给你。所以土耳其他现在变得有点跟美国闹翻了。所以我现在要讲的一点就是说，不管今天伊朗你如果是实物的话，你可以先买红旗9、红旗16，这些都已经经过实战验证，非常准确而且有高效能的防空系统。但是如果说今天是歼10像空警500，这个你们也应该赶快制备。可是052D 的中华神盾舰就不是普通的船了。这个如果说是一般第三世界国家要买的话，那大陆还要去想一下，你有能力操作吗？这不是一般的国家操作的起的，它是重型的驱逐舰，它很贵又很精密。美国到现在不卖，中国也要考虑一样相关的问题。不过伊朗必须从这一次的损伤之中赶快恢复过来，赶快重建他们的军备。才不失为他们是以前的波斯古王国、古文明的那个名声。他曾经有过这样辉煌的时期，所以这个时候伊朗赶快再重振自己，希望能跟大陆多买一些武器。但另外同一时间，我们看到美国看在眼里，看到伊朗不断的想要跟大陆买武器，另一方面又想要发展核武，当然很紧张了。他现在美国也表态了，说希望大陆能够表态反对伊朗来做他的核设施、做他的核武不然他也提出来了，他就说川普政府现在不急着跟你中国大陆谈判，如果说你反倒希望中国大陆买伊朗、俄罗斯石油的事情都把它纳入在谈判当中，那当然北京听到了就很不爽现在呢，复旦大学的教授呛说，美国拿伊朗的石油说是，再来就是大陆的发言人毛宁也回击说，反对非法单边制裁，反对长臂管辖。川普想逼大陆在这个伊朗的核问题上面表达反对的态度，会不会反而搞坏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协定？委员又怎么看？对啊，现在中东的情势又陷入了一触即发的边缘了那么其实各方都有跟时间竞赛的压力就对以色列，我刚才提到了纳坦雅胡政权现在已经摇摇欲坠。如果伊朗持续让它发展浓缩铀，那么纳坦雅胡面对他执政联盟里头其他仅存的右翼的力量，恐怕他都无法压得住了，他整个政权就瓦解掉了。那对川普来说呢？对这个特朗普，他原本是那种鸵鸟心态嘛，就明明就知道没有摧毁，不管是他事前去告知别人，或者是他们当时在这个战术上的这个执行上的误差，他就明明知道是如此啊，可他当时就宁愿把头埋在沙里头，告诉全世界说早就已经摧毁了，所有说没有摧毁的都是假新闻但是最后就像刚才岳老师说的，他现在就只好自打耳光了，他承认没有摧毁了。那对川普来讲，他背后最大的这个压力是来自于纳坦雅胡，来自于以色列就是美国根本就是这个被以色列完全的操控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最后这个纳坦雅胡忍不住动手了，你美国被逼的一定会拖入这场战争。
那再来，所以你说对川普来讲，他当然此时此刻要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能够在发动战争之前把这件事情先处理掉。于是他就会把算盘打到哪里了？就打到贸易嘛。就川普是个商人啊，他大概觉得全世界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钱、用贸易来解决，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拿来跟关税谈。我觉得川普就简直把关税当火锅来煮就对了，反正你想要吃什么就丢到这个火锅里头啊，大家大锅一煮哈，通通都在那锅里头嘛。问题是，对中国大陆来讲，我要不要买能源？干我跟你要不要谈关税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而且我讲的更直白一点啊，你姑且不要说以川普这样的口气跟论调，中国大陆是不可能买单的了。中国大陆上一次都已经告诉你不贵了，这一次你用这种威胁性的这种谈话方式，中国大陆不可能接受的。那再退过来讲，对中国大陆来说，现在有比较好吗？55%，大家都知道关税科到50%以上就已经几乎等于脱钩了。怎么样？现在已经55%了。对中国大陆来说，55%跟85%跟155%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啊。如果今天中美之间谈的那个关税是15%，你跟他讲一讲说我要加你100%，他还可以考虑一下说我要不要这样做。那最后一点，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脱钩，对中国大陆来说，谁比较痛嘛？是你美国痛还是我痛呢？对，脱钩的时候我就正好连稀土通通都不要给你了，对，好不好？你的汽车、你的所有尖端武器通通都没有稀土了，大家再退回原点，继续重来嘛。当时忍不住的不是中国大陆，当时忍不住的是美国，所以今天就算真的退回155%了，最后忍不住的还是美国。因此，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局面里头啦，对中国大陆来说，对俄罗斯来讲，他们是不可能受到威胁的。就川普的那一招没有效啊，他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怕关税，可是对中国大陆看。这个俄罗斯因为情况各自有各自的不同，他们完全不会买美国这张单的。所以你说川普如果持续要用这种方法，你唯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川普对于中东再爆发另外一次战争，美国再度被拖入战争，他是极度的焦虑嘛。好，中国大陆跟伊朗的关系在升温，而且在这个经贸上面，甚至在军事里面有许多的合作吗？加强合作吗？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最新爆料。他说，北京现在正在暗中操作一个神秘的小金库，这间小金库叫做初心的融资机构，专门就是替中国大陆跟伊朗之间做这个石油换它的基建的相关的交易。也就是说，伊朗卖给中国大陆石油，中国大陆帮伊朗做基础建设，彼此这样子做一个合作。但是呢，爆点就是在说，现在其实都查不到这一间公司刚刚说的初心，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幽灵般的金融通道，但是每个月它可以承接非常大的金额，达到数亿美元的一个资金进入到伊朗去。那《华尔街日报》在这边也特别讲说，是这个资金是怎么运作的呢？首先就是中国的买家先把钱打进到初心这间公司，初心再把资金交给伊朗承包工程的在当地的中国企业。那这一些基建的背后就会有中国信保这间公司来做保驾护航。那到底是不是抹黑中国，还是有可能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小金库？干哥怎么看？哎呀，《华尔街日报》，你要先发这个文章之前，要跟 CIA 先谈一谈嘛，对不对？去印证你的这个消息来源对还是不对。这家公司叫初心啊，就是说华尔街他们的编辑已经查出来了，就是说每个月会存入不是数千美元，是数亿美元到初心的他的国际账户里面，再由这个账户再转给伊朗的相关单位，都不是由政府出面啊，都不是由。听清楚，这些绝对不能由政府来出面。就好像我们现在常讲的，为什么中国能够突破重围，还是可以拿到 H20的晶片啊？那你说你洗产地嘛？啊，但不是从新加坡的公司，就是从马来西亚的公司，让中国的那个相关的企业能够拿到先进的晶片。所以现在你说你查到这家公司叫初心。但是初心它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你绝对查不到，不可能让你查得到。这也叫什么？这也叫一部分的战略准备。为什么？因为跟伊朗购入石油，中国来帮伊朗来这个强化基础建设的目标，甚至也有可能用这个北斗系统来取代 GPS 系统，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中国每个月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老实讲一句，它一定是在台面底下，那个属于什么？那个属于谍报片的层次，属于什么？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运行。所以我觉得《华尔街日报》
你没有经过很好的验证之后，说出新公司很可能就是在做中国跟伊朗之间以石油换基建的这个桥梁，你的调查报告还不够深入，因为为什么？这是最难查出来的一块，而我也相信中国有的是本事，可以拿到伊朗的这个好的石油跟好的条件，只是这些台面下的进行，我们都不会知道真相。如果是说是真的话，那中国大陆就拿这些石油做一个战略上的准备。那岳老师又怎么看？我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但是我也相信《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错误的，是误导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事情呢要做的话呢，实在是好处多多。而且伊朗这么多年长期下来的话呢，讲话很狠，他的底气在哪里？啊，伊朗的总统叫佩泽西昂扬，伊朗是非常奇怪的，伊朗是一个比较倾向美国，他的老百姓比较倾向美国国家，他们的高层呢，宗教领袖是非常反对美国的。那伊朗的话呢，没有任何东西，唯一有东西就是伊朗石油。我坦白讲，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他们地是连在一起。这石油田就在那边啊，不是你挖就是我挖啊。那么要不挖白不挖，所以说大陆一定会想到挖伊朗的原油。这个实际上伊朗确实很丰富的，伊朗人到现在为止，他们经济很惨，但是呢惨是惨，但是能够生存下去，而且还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各式各样的武器，是什么原因？大家要想一下。但是《华尔街日报》说就要嫁罪嫁祸给中国，就出现了一个三不五时会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报道，只是它太合理了。伊朗不可能坐以待毙啊，伊朗。的话呢，表面上是说跟俄罗斯好，实际上的话呢，它的武器的进口的或者基建，尤其是基建啊，因为最近的消息的话，伊朗现在要把他们的浓缩铀的话呢，要往下再挖30公尺，要到达了个100公尺的地方，在地底下，那由谁来负责呢？那当然是由会盖基建的人来负责嘛。想也知道啊。对，如果这个交易是真的话，那中伊之间其实不管是在经济或者是在军事上面，彼此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等一下，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委员。那另外一方面，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伊朗除了给中国大陆它的石油之外，我们也要来看到它现在或许还可以得到的就是北斗卫星。原因是因为呢，伊朗的航天研究所的所长。最近他亲口承认的一件事情，他说在以伊战争里面，当时他们使用的是 GPS， 但是他发现 GPS 有很多的问题，常常会受到干扰，那伊朗的行动就会受到巨大的挑战。所以呢，他们现在跟这个北京磋商之后，已经预计了最快只要1到2年的时间就能够引进大陆的北斗卫星来全面取代 GPS。那如果真的拿到，对于伊朗在军事上面的优势跟战略的优势又会是什么？等一下2个问题，请教委员。对，我先讲一下这个支付系统哦，就是这个支付系统一定不存在哦。那么大家可以想当然尔，如果没有这件事，它不存在；如果有这件事，它也不会存在。那它如果存在了，就让你西方国家找到了把柄啊。所以这个支付系统是你。完全就像哈利波特里，就是你看不见的魔法部在那里哦，它就在做一个顺畅的运作。那当然，我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资讯，它的这个运作是相当丝滑无痕的哦，就是也相当的合理。我想刚才干哥跟岳老师都提到了嘛，伊朗不可能坐以待毙啊，他总要把他东西卖出去。那对中国大陆来说，我为什么要管你美国的这么多的相关的莫名其妙的规定呢？我能够买到便宜的石油，我当然先买了，不要说中国大陆买了。我坦白跟各位讲，这个当时在禁运这个俄罗斯石油，当时要施加相关的一些制裁的时候，连台湾也被美国指称说你们也去偷偷买了哦，台湾也有可能去偷偷买啊，因为这个油经过转了好几手之后，台湾真的中油知道你这个油是不是从俄罗斯来的吗？你根本不会知道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对中国大陆来讲，它透过这个支付系统，用基础建设的这些相关的零件、零组件，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工程建设经费来换石油。这是相当合理的，而且中间找不到任何这个金流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真的是一个存在，就是事实上如果真的有这个看不见的支付系统的话，这个支付系统的设计是相当精密的哦，就完全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管华尔街这个日报要怎么叫了哦，就叫得再大声，你找不到就是找不到嘛哦，你只能怀疑哦，那到底要怎么样来证明？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的。但是我认为，其实这对中国大陆来说当然是一个好的状况。我能够买到便宜的石油，我能够结交一个新的盟友哦，那么我能够增加我的全球影响力，对他来说是何乐而不为呢？那你更不要讲说他最近这个伊朗向中国大陆球员说，希望能够也用北斗3号的系统哦。我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北斗系统跟 GPS 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精度哦，就精准度哦。那么 GPS 的精准度大概在5公尺到10公尺之间哦，就5到10公尺。
可是北斗卫星系统的这个精度在至少是5公尺，那么在很多地方它的精度可以到2公尺到3公尺。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说，精度上其实就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北斗这个系统，它从北斗1号、北斗2号到现在北斗3号哦，它的北斗3号，它从1号当时只有3颗卫星，它到北斗3号的时候，它已经有30颗卫星在地球上空了，包含20颗地球的中原轨道的卫星，包含3颗地球的同步轨道卫星，包含3颗地球的静止轨道卫星，它总共有30颗卫星在太空中所以当然北斗3号的卫星系统，它在定位上，目前为止看起来是远远超过 GPS 的。那这也不意外，这对于伊朗来说，如果你是伊朗你看到美国是怎么修理你的，你看到西方国家是怎么修理你的，你还会相信西方的 GPS 技术吗？你难道不会怕说你仰赖它的 GPS 技术，到真的要打仗的时候，忽然你的 GPS 技术失灵了吗？所以我觉得不只是像 GPS 像这种定位系统之外，包含像未来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美国不喜欢的国家，或者可能被美国不喜欢的国家，未来都会尽一切的可能去把它国内所有对美国跟西方国家依赖的科技也好、军事装备也好，全面的做置换。而中国大陆当然是一个他们最好的选择。好，谢谢委员，谢谢大家，谢谢老师们。